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《恋空》。在情窦初开的年纪，美嘉像所有人一样憧憬美好的初恋，可是单纯的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喜欢上一个人。就在她懵懵懂懂时，属于她的初恋却已经悄然而至了。美嘉在图书馆找到了遗落的手机，她接到了陌生人的来电。誰ですか？内緒。挂断电话后，美嘉发现通讯录和短信全被删除了，她回电质问男生，却被告知本当にお前と繋がっていたやつなら、向こうからかけてくるよ。暑假正式开始，美嘉却过上了被神秘男生骚扰的日子。男生会故意深夜来电，称赞美嘉刚睡醒的声音很可爱，他自来熟地称他们是好朋友，每天乐此不疲地和他闲聊。起初美嘉总是不留情面地挂断电话，但渐渐的她对男生产生了好奇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但美嘉却从他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。她卸下防备，把对方当成了朋友，和他分享自己的喜好，在第一次彻夜畅谈后，一起拍下天空作为纪念。漫长的假期因为有男生的陪伴一晃而过，美嘉觉得他是一个温柔的人，她暗暗期待能和他见面。终于，对方在知道他的生日被父母搞砸后，贴心地提出为他补办生日。为了给对方留下好印象，美嘉请朋友帮他化妆。化好妆后，她既紧张又期待地来到天台，但等到的人却和她想象中的大相径庭。她不相信面前一头银发的不良少年会是电话里的人。何その化粧。嫌ねし。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俺の名前はヒロ。違うよね。電話の人じゃない。その花かわいそうだよ。像红树这样的小混混，美嘉向来都是敬而远之。当他知道红树在校外有女朋友时，更加确信他不是电话里的人。他虽然这样想，但放学后看到红树的奇怪行为，他还是好奇地跟了上去。看到红树把送他的花小心翼翼地种到花坛里，美嘉对红树的看法改变了。彼女いるんでしょ？いたけどもう別れた。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。美嘉发现自己早已不知不觉喜欢上了红树，她相信温柔的红树能让她幸福，所以她将自己毫不保留地交给了他。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温柔的疼痛，却在听到红树睡梦中叫出别的女生的名字时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心碎。初尝禁果的美嘉陷入了迷茫，她不知道能否再相信这个让她心动的少年。就在她迷茫时，她收到了红树的短信。虽然嫉妒被红树叫名字的女生，但她却只问了红树可不可以相信她。看到红树的回答，美嘉决定相信他的话。美嘉期待和红树的初次约会，她早早来到车站等他，但却被陌生人拉进车里带到了无人的郊外。挣扎和反抗没能让她逃脱，美嘉无法接受自己被玷污了，她害怕红树会因此嫌弃她。红树发现美嘉被欺负，他自责没有保护好她。他找到欺负美嘉的人，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顿，并且把指使这一切的前女友带到了美嘉面前。ミカ、どうしてほしい？お前が望むんだったらこいつ殺す。ヒロと一緒にいられなくなるのは嫌だ。红树每天都会在电話里关心美嘉，但美嘉却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来。在医院检查过身体没有问题后，母亲安慰她：ミカはミカのままよ。ミカは何にも恥じることなんかないんだからね。在母亲的鼓励下，美嘉决定振作起来。她告诉红树自己会去学校。红树知道后，让她看看窗外。美嘉拉开窗帘，看到红树，这时她才知道，原来红树每天和她通话时都守在窗外。红树带美嘉来到自己常去的河边，他告诉美嘉，他想变成天空，这样如果美嘉遇到危险，他就能马上出现保护她了。美嘉很感动，但当红树想亲吻她时，她却本能地拒绝了。美嘉重新回到学校，但她的事却在校内被传得沸沸扬扬。她时常收到匿名的辱骂短信，
还会有人故意在各班的黑板上写上侮辱她的话。面对众人异样的眼光，美嘉选择默默忍受，但她却看到红树为了保护她，冲进一间间教室擦掉那些话。美嘉曾害怕伤疤被揭起，但现在她不再害怕了，因为她知道红树会保护她。没过多久，美嘉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告诉红树，但红树却一声不吭地跑掉了。美嘉以为红树不想要宝宝，她失落地准备离开，却看到红树又跑了回来。俺らの子供産もう。てか産んでくれ。絶対に幸せにするから。なんでいいの？当たり前だよ。頑張って2人で育てようぜ。红树在街边给美嘉买了戒指，并且把她带回家介绍给父母。她的父母没有反对，但美嘉的父亲却拒绝将女儿交给她。红树虽然感到气馁，但并没有动摇他想和美嘉组建家庭的决心。他亲手为宝宝织了手套，和美嘉一起畅想有宝宝的未来。但他们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，美嘉因被红树的前女友推下楼，意外流产了。美嘉在医院没有见到红树，她以为红树不在乎宝宝，但当她出院时才知道，红树在寒冷的冬夜里一直在寺庙为宝宝祈祷。为了让宝宝安息，他们在花坛边祭奠他，并且约定以后宝宝的忌日都要一起来。美嘉以为失去宝宝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，但她发现红树对她越来越冷淡了。红树不再主动联系她，甚至连举办聚会都没有叫她。美嘉没有计较，她主动参加了聚会。红树像往常一样把她介绍给大家，但美嘉却撞见她和别的女生接吻。红树跟美嘉提出了分手，但美嘉却不想两人的关系就此结束。她发了无数短信挽留，但都没有得到回应。美嘉心灰意冷，她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，恳求红树到河边和她见面。她等到了红树，却没有等到她想要的结果。ミカはヒロが好きだよ。別れたくなんかないよ。俺もうお前の涙拭いてやれねえから。美嘉依然心存侥幸，认为红树不会真的把她当成陌生人。但当他们在学校走廊再次相遇，红树却对她视而不见。美嘉终于承认她的初恋结束了，那个曾陪她彻夜长谈的男孩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宝宝忌日这天，美嘉在好友的聚会上认识了比她年长的优。优表现出对她有好感，但美嘉却没有回应。她匆匆离开聚会，来到公园，在花坛边，她看到了红树为宝宝织的新手套。她不明白红树为什么狠心和她分手，却还会来祭奠宝宝。她想找红树问清他们分手的原因，但她没有找到红树，却遇到了专门来找她的优。美嘉虽然有疑问，但此后的1年，她都没有见过红树。在这期间，优走进了她的生活。美嘉从优身上感受到了红树没能给她的安全感，她渐渐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所以当她再次遇见红树时，她没有追问分手的原因，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通向优的路。美嘉觉得自己已经彻底放下红树了，她在黑板上留言和红树告别。毕业时，她看到黑板上的回复，虽然不确定是不是红树留下的，但现在她已经不在乎了。美嘉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，以至于除了宝宝的忌日，她已经不会再想起红树了。她接受了优的求婚，戴上了他送的婚戒。她以为会和优一直平淡地走下去，但她却在宝宝忌日这天意外得知了红树和她分手的真正原因。でもあいつミカのこと待ってる。ミカのこと思って一人で戦ってる。优知道了红树的事，他怕美嘉再受到伤害，所以阻止她去找红树。但当他看到美嘉为了去见红树不顾一切的样子，他知道自己留不住美嘉。ほら、早行け。ありがとう。美嘉赶到医院，看到病床上虚弱的红树，她责怪红树为什么要隐瞒病情。红树态度冷淡，刻意和她划清界限，但美嘉却看到了她手上的戒指。早く行けよ。あの図書館の彼氏のとこ。前は幸せそうに笑ってた。
これでもう安心して死ねると思った。ヒロじゃなきゃやだ。ヒロが幸せにして。あと3ヶ月持つかどずっとうかも。ずっと好きだったよ。美嘉为方便照顾红树，选择休学。他们来到图书馆约会，红树把留言改成了"我现在很幸福"。但越感到幸福，他就越恐惧死亡。红树知道死亡是他的宿命，但他不想让美嘉因为他的离开而活在痛苦中。他告诉美嘉，他会变成天空，一直守护她。美嘉一直在祈祷奇迹的出现，但她却在冲洗照片时接到了红树病危的电话。美嘉无法接受红树的离开，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就在她准备跳下桥时，2只白鸽飞出来阻止了她。同时，红树留下的日记本被风掀开，美嘉看到了上面的字，她感受到红树在冥冥之中保护她。这一刻，她终于相信红树变成了天空，会一直守护她。最后，祝大家元旦快乐！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